陆晨手背的烙印救了他，也差点杀了他。当猎犬的爪子离喉咙只剩3公分，他看见了怪物肌肉收缩的轨迹，然后他的手自己动了，捏碎了猎犬的核心。苏洛看着他滴着灰色血液的手，枪口抬起，声音冷得像冰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污水没过脚踝，他们在黑暗管道里逃命，躲进汇流井的支柱后关掉手电。几秒后，一头怪物冲进来，它像狗，但全身覆盖灰色甲壳，没有眼睛，只有一张布满环形利齿的嘴。陆晨的烙印突然烫了起来，一股冰冷信息流钻进脑子。他看见了4头猎犬，还有头顶管道阴影里一个体温极低的隐藏者。正前方3米，照扑！陆晨低吼，苏洛闪身而出，匕首扎进猎犬的肉瘤，但另外3头从左右和后面同时扑上。右边猎犬的爪子直抓绿城后枕，烙印爆出辉光，时间变慢了。他没思考，身体以不可能的柔软度侧翻，右手成爪，沿着感知里甲壳最薄的缝隙插了进去。他抓住一颗跳动的坚硬的核心，捏碎，猎犬瘫软下去。绿晨抽出手，整条手臂沾满粘稠的灰色血，那些血一接触空气就丝丝蒸发成雾。陆晨剧烈喘息，烙印的光慢慢熄灭。苏洛解决了最后一头，转身，枪口对准了他。他的手很稳，眼神充满警惕。你看见了？不，你是知道他的弱点。你的动作，那不是人类的速度。陆晨哑声道：是烙印，他给了我另一套感官。出来！苏洛突然调转枪口，对准头顶阴影。一个细弱带着童音却异常平静的声音传来。他没说行，烙印在帮他适应，也在改造他。一个瘦小的盲眼女孩滑下来，双眼紧闭，眼皮上布满焦黑疤痕。叫我阿九，我看到你了，你的光在吃东西，和集结点那些被标记者不一样。苏洛追问他是谁，阿九平静回答：我住在下面，清道夫下来了，12个，带了声波驱赶器。猎犬是前菜，他们才是正餐。苏洛让他跟去集结点，阿九摇头后退。我不去笼子，而且他不能去，你的烙印太新也太恶。去集结点，他们会把你放上手术台拆开，看看里面是什么，让你和计划书上写的不一样。陆晨心中一寒。你有地方去？苏洛盯着他。阿九说：有一个地方很旧很深，他们忘了那里有云朵之前的东西，也许有你要的答案。陆晨嘶声问：代价呢？他感觉左手烙印又开始隐隐作痛。带我离开这片区域，去旧城十字站。阿九说：作为交换，我告诉你怎么压制饥饿感，不然再来2次，你的光会把你的脑子一起吃空。话音刚落，远处管道传来重型设备启动的嗡嗡声和沉重的脚步声，正在多个方向逼近。他们在收网。苏洛脸色难看，他看向陆晨：信他还是信我？选一个，现在。陆晨看着自己颤抖的手和黑暗中那个盲眼的小小轮廓。带路。他们钻进狭窄管道爬行。20分钟后，前方出现暗淡的绿光。他们钻出，落在一个废弃的旧地铁隧道，空气中飘着发光孢子。陆晨手被烙印又开始发烫，这次更像一种共鸣。他感觉到隧道深处有某个庞大、古老、沉睡的东西，它的脉动隐隐和他烙印连结。阿九摸索到一面墙，擦开台线，露出金属板。第13号生态观测站，诺亚生物，日期是2021年8月13日，比云朵计划早了整整6年。他将掌心一颗复杂的荆棘双螺旋印记按在门锁上，金属板划开，露出向下的钢梯。一股更冷、带着奇特甜腥味的空气涌出。灰雾不是开始。阿九转身，用他紧闭的盲眼凝视陆晨。是结果，是某个更早的被掩盖的错误，最后开出的花。他指向绿晨手背的烙印，又指自己掌心。而我们都是那错误结出的不同的果实。楼梯向下，深不见底。就在这时，陆晨浑身一震，他听到从来的管道深处传来微弱的却令人极度不安的沙沙声，像无数细小节肢刮擦金属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密。不止清道夫。陆晨脸色发白。还有虫群。阿九侧耳听，脸上凝重。是清道夫释放的石锈蚁，3分钟这里就会被淹没。头顶沙沙声如潮水迫近，脚下深渊传来未知的呼唤。苏洛拉动枪栓，声音剪钉解铁。下去，要死也死在真相手里。陆晨深吸一口气，
转身踏上通向深渊的冰冷钢梯。手背的烙印在深入黑暗的这一刻辉光大盛。